你敢相信一条这样的挡土墙又被我包亏了？4个人加一台挖机，5天时间砌了54方石头。大家给我看一下问题到底出在哪里？哦吼，陈师傅开挖机只开那挖机。今天这个东家房子前面需要建一个挡土墙，他说怕我磨洋工，所以要把这个挡土墙包给我。自从上次包挡土墙我吃了亏，本来呢我是再也不包挡土墙了的，但是这个东家说只要我帮他把这个挡土墙砌好，他说他切平还要打混凝土，让我挖机给他搅拌混凝土。我想了想，可以在这里做2件事，就算这个挡土墙没有挣到，一个这么大的坪要打混凝土，还可以到这里挣一点，所以我就答应了他。跟老板谈好的价是150一方，石头、水泥、沙子老板自己出，我只包挖机和人工帮他砌好。花了4个小时的时间，我就帮老板把这个挡土墙地基挖出来了。不愧是村里出了名的技术好，你们看我挖得多直，东家是非常满意。这些刚才在挡土墙地基里挖出来的土要全部装出去才行，因为我们要把砌挡土墙用的石头和沙子都要放到这里来，只有把材料放到最近的地方，效率才会越快。土全部装出去之后，就用挖机链条把这个坪反复的压紧。现在水泥和沙子已经拉回来了，还有石头没有回来，今天就干脆收工不做了。东家留我在他家里面吃了饭，有了上次包挡土墙失败的经验，这一次砌挡土墙的师傅我就没有让东家叫，这4个师傅都是我家附近的邻居。我本以为只有54方的挡土墙，让我弟弟和这4个师傅最多3天就可以把它盖完，可没想到4天过去了，这个挡土墙还没有砌好。今天我就要特意过来看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。一台挖机加4个工人，1天差不多就砌了10方。我在这里看着他们做了8个小时，终于发现了3个问题。第一个就是4个工人全部都在磨洋工，你们看挖机在那里干活，他们就全部在旁边看着挖机，我也真的是无语了。我300一天就是请他们来看挖机的。然后第2个问题就是所有石头都是这样一个一个掉下去的，石头掉在半空中这么久都没有人来扶，我都在这里看了这么久了，这才是第1个石头。明明可以用挖机直接把石头挖到墙上，然后拿根撬棍把石头撬一下就行了，但是他们却偏偏一个一个给我这样掉，我真的是气得不行了。你们看上面2个人又是在那里挖，石头又是掉在半空中，这样效率从哪里来？一个石头用挖机放在那里的，2个人塞都塞了这么久，第1个石头从挖机掉到放好就花了10多分钟，这是第2个石头，你们看又要多久？塞了1个石头又塞第2个，然后还要拿撬棍撬一下，旁边这个大哥呢也不帮一下忙，这个大爷呢1个人撬又撬不动，这4个人就完全没有分工明确，各做各的。第3个问题呢就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，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些石头啊根本就没几个有面的，长得都是一些椭圆形鸡蛋一样的，要面没有面，放又放不稳，塞几个大石头都塞不稳。大家看这个石头下面要塞几个大石头，我说大爷你后面就不能够填点土吗？后面都有这么深了，你这个石头怎么放得稳？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大爷这个操作，反正这个操作我是没有看懂。你们看这个地上掉下来了多少石头，大爷在那里砌了3个石头又跑到这边来了，东搞一下西搞一下，这里也没有做好，那里也没有做好，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，算了，今天不搞了，明天让我亲自来看他们怎么磨。这最后一天我来就首先把石头全部挖到墙子上面，要是再拿铁链一个一个掉的话，估计今天还是搞不完。这个水泥砂浆呢，我就用挖机给它搅拌，一次就多和一点，和好的水泥砂浆直接就用挖机一斗一斗的把它挖到石墙上面，那边2个人就给他们石头放满了，这边2个人就给他们水泥砂浆放满了，这下我看你们怎么偷懒。在我这个步步紧逼的效率下，不到1天的时间，你们看这个挡土墙就砌好了。最后我跟东家算账的时候，总共56方150一方就是8100，工人是300一天，4个人每天就是1200，5天工资就去了6000，而我的挖机5天时间就挣了2100，平均下来1天就只有420，
给我弟弟一天发300工资，还要烧300的油，每天倒亏180。哎，我再也不包挡头墙了。陈师傅开挖机只开辣挖机，今天老板不结账，只好搞根废铁回家止损。为什么没人给我结账呢？你们接着往下面看。今天我们的精神是把这些树全部挖掉，把地里面的草也全部清掉，然后帮老板整平，开荒种地。这些树由于又大又高，老板自己动手砍了2棵树下来，人累得不行，树也不敢倒，生怕砸到自己。这里有一根废铁管，我们先放到一边。用挖机来干这种活，不仅可以把树推倒，也可以把树根挖出来。如果人工砍树，树根拿不出来，这块地还是没有多大的作用。这些树根一定要把四周的土全部挖空，这样才能把它挖出来。接下来我们把这些树全部推倒。这样推树有一个好处，就是树根会离根拔起，这样就方便很多了。挖机把树推倒还是很解压的，我最喜欢做这样的事情。可能是我从小就喜欢搞破坏，现在长大了性格还是没有变。挖倒树的方向一定不要对着自己挖，防止树倒塌砸到自己的挖机。像我挖机左边这棵树，它的整个重心都往我挖机这边斜了，所以我们就把挖机扎到上面来推，这样就砸不到自己的挖机。所有的树全部推倒之后，我们就把树全部推到东家指定的位置。以后东家自己拿个锯，慢慢的把树锯成几节，然后拿回家做柴烧。接下来我们就是清草和整平。我们首先把树根全部推到河边，然后一边把草清掉，一边往后面推，把清出来比较多的草就推到河边。东家也没有要求要我把土地给他挖松，没有要求要我们做的事，我们就不用干。把整平清出来多余的土，我们就放到比较低的地方。照这个水平整到后面去，我估计是少了土。这根废铁我们挖到马路上面去，等一下东家要带回家的。把整块土地全部清完之后，就用斗背把高低不平的地方扫平一点。毕竟是老司机，做事不能马虎。挖机现在的位置还少了一点土，东家要我到河里给他挖一点泥土回来。我们简单的把路修一下，用斗慢慢的试探过去，也没多深，应该还没有太平洋深。挖了一斗，感觉这些泥土不行，有好多垃圾在里面。东家要我把上面的清理掉，下面的泥土会不会干净一点？结果下面的也差不多，最后只能在别人家的地里挖点干土去算了，反正也只要填4、5斗，把这个地势低的地方填起来就行了。挖了4斗之后，我们把土整平。正当我以为准备结账收工回家的时候，旁边好像有个大妈的声音在大喊大叫，真的是早不来晚不来，偏偏这个时候来。后来我了解到的是，这块地荒废了10多年，以前是这个大妈家的，后来一直没有来管理过。结果他邻居叫我挖机来把地挖好了，这下东家说土地不是他的，大妈说我也没叫你挖，2个都不结账，所以我只能把这根废铁挖回家，这样就能少亏一点油钱。说真的，我很想把这块土地复原，但是为了以后给自己留个好名声，我没有这么做。其实挖机工资也不多，就6、700，就算他们2个人付，一人300多就可以搞定。谁知道碰到这样的事情，希望这根废铁能够多卖一点钱。今天小亏几百，生活还是多姿多彩。大家喜欢陈老师的话，别忘了给我点个关注，点个免费的赞，谢谢。